今天我们开始 Python 系列课程中的第一节，小白学 Python 之抬头仰望星空。然后上来我们就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 Python 啊？编程语言对吧？千万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Python？首先呢，这个 Python 的编程使用量是第一，是全网使用量是全网第一，然后它的通用性比较强。而且呢，这门语言的学习难度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编译性语言。具体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就是现在一个这个计算机语言这个使用量的排名来看一下。Python 就是从前几年开始，其实一直以16%左右就稳居全网第一啊，逐年上涨，但现在基本上这个趋势就已经比较稳定了，因为它比较简单，而且它的人工智能是息息相关的啊，而使用起来的话，它现在有很多额外的包，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其下面这些语言呢，我可以简单做一下介绍，因为不同的语言呢，它有不同的特性，就是不是说你只会写 Python 就可以了，因为其他的语言有它的它的特性有一些不可替代性，所以导致了呢，大家就是其他语言在不同的领域里面，还是要继续的去使用它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C 跟 C++这两个，就是说如果是写计算机一些工程类的，比如说嵌入式的硬件，或者一些底层的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的一些包呀，反而要用 C++，因为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快。Java 就是它是编译性语言，然后它是企业用的特别多，早年的时候包括到现在，在中国、俄罗斯就是面向企业端的编程还是以 Java 为主。但是在欧洲跟北美的话，现在可以看到就是 Python C++ 还是主流，Java 的话也有一些，但是可能不像中国、俄罗斯那么火。然后另外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像 Python 是解释性语言，跟下面这些编译性语言有什么区别？Python 所谓的解释性语言，就是说它就是你把这个代码写出来，然后在机器里面通过引擎通过编译器直接就是渲染出结果，就直接计算出结果，它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转换，编译器直接搞定了。但是像 C++、Java 它们是有区别，它要先转换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电脑或者这个编译器它更容易去解码，对吧？然后再翻译成你需要的结果。你说这不是很快嘛，对吧？计算机做的东西很快，但是你要想，如果你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比如说有5000个文件，如果你是 Python 的话，你只要改其中一个文件，你只要按一下保存，然后你立刻去刷新网页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结果。但是如果下面这些语言呢，对吧？它就是可能需要，对吧？先把这5000个文件全部重新转换成，或者就是你改的那些转换成这个编译后的文件，然后再打个包，然后再用额外的工具发布出来。虽然这个整个过程也很迅速，但这个4-5秒甚至10几秒的这个等待时间，是如果你一天就专业的进行这种开发性工作的话，还是很让人崩溃的。其实，所以说 Python 开发起来的话会更舒畅一点。C Sharp 也是，它是也是面向对象的一种语言，它跟 Java 比较像，那它比 C++ 更抽象一层，就是它比它更高级。所谓的高级，就是说写更少的语言能代表更多的事情，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一下。然后 VB 是一个比较历史遗留的一个产物，但是大家可能还会在用。JavaScript 就网页的解释性语言，然后如果你写网页后面用的一些特别的脚本就是用 JavaScript。Circuit 虽然它的使用量很小，但是它在计算机行业中占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就是你所有的存储都是通过 Circuit 这东西20多年没怎么变过。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assembly language 我不太清楚，这里我只介绍一下我知道的一些语言PHP 的话，它是如果你是做游戏的或者做一些博客，这个可能就是说 PHP 可能更适合一点，它也是解释性语言，它不是编译性的。然后 R 如果你是做科学计算或者在校园里面进行一些非常专业的科学计算的话，它有一些包可以进行非常专业的一些统计计算，然后还有一些专业学者在用它。Go 的话要非常注意这门语言，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对吧？之前从全世界代码使用量19涨到了12，而且它还在急速的去增长。它就是语法非常的简洁，速度非常的快，但它写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语言吧。我下一个目标就是去学一学这个 Go。然后下面这些的话 MATLAB
如果你是在大学里面或者在一些科研机构，MATLAB 在你在学习中的话，它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的也不是说入门，它的语法非常的稳定，而且它提供的包是全都有商业授权的，而且它的科学计算那些方法，如果是有专利的话，它都买过，所以它非常的稳定，可以进行工业计算的。但是缺点就是比较贵，它不是开源的。然后 Swift 是苹果的写苹果软件的苹果创立的语言，如果你需要写苹果的软件的话，你可能需要学这个。然后下面这个Objective-C 有点像 C++，它就是苹果特地在 C 这个系列里面去抽象出来，特地为苹果服务的一门语言。就是如果你要是给苹果写 App 或者写苹果的电脑程序的话，你就要会这两个 Swift 或者 Objective-C。其他的我就不多做介绍了。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PPT， 所以现在我们就解释好了为什么我们要学 Python 了，对吧？全网使用量第一，通用性强，学习难度低，对吧？然后我们现在讨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了 Python 有什么用，对吧？首先一点就是说学了 Python 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就像一个螺丝刀一样的非常好用的工具啊。你平时可能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小问题你看着东西你可能知道怎么解决，但是你没有成熟的工具，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它Python 就是一个这样非常好用的工具，学习门槛也不高，对吧？如果而且呢，通过提升你个人的这个使用的这种工具的能力之后呢，你自然也会挣钱会挣得更多。然后后面呢，我也会举一些例子说我如何通过这个 Python 去提升我的工作效率，跟如何帮我去挣钱。首先，这个是我在学习，其实我是之前只是在大学研究生期间的时候才开始学 Python， 之前我一直在写 Java，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Python。然后这是我在学校里面通过 Python 去画的一些图，左边这个呢就是一个8恰，然后这边就是画了一些线，右边这个呢就是做了一些通过对不同的点进行一些拟合，对吧？这个上面就是对那个上面这个红点进行拟合，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蓝色的点进行用绿色的线进行对它拟合，然后这里画了一条红色的线，然后这个呢是做了一个在关于一个课题上用的，对吧？我们想想这些东西学会了之后，用 Python 画出来有什么用呢？对吧？这个就是我在找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最后一轮面试给老板看的一个图，就是我用 Python 去画出来的。为什么要使用 Python 去画，而不是进入 Excel 呢？首先就是这个 Python 它是工具画图的工具，它提供更多的功能，而且你要边计算边想象你的结果，而且呢，只要你想出来的东西，你在脑中知道你的图要长什么样之后呢， Python 一定能帮你画出来。所以你的脑子里面一直会想着，就是说想的是你的目标，然后 Python 只是你的工具。如果你使用 Excel 呢，你首先要看 Excel 提供哪些功能。如果你要 Excel 或许能画出同样的图，你可能要通过非常复杂的找它到底提供哪些功能在哪里你才能画成这样的结果。然后当时老板为什么欣赏这张图呢？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这里收集的呢是在丹麦市场，苹果、三星、小米和一加手机这4个品牌市面上市售的所有手机型号的官方零售价的一个展示。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想如何把市场上所有的手机型号，对吧？根据它们的价格，如何做一个图，让它们放在一块去展示，而且比较能看到市场的整个情况。所以当时呢，我就想说，把这个内存大小放在 X 轴上，然后价格放在 Y 轴上，然后这样子，因为它颜色并不影响价格，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在这里去考虑 SKU 的计算放在另外一个图上去考虑。所以看这个点的话，就是说明 iPhone 12这个512G， 对吧？可能卖12000多，这是它市场的售价。然后这个银色的这条线呢，就是代表的苹果，对吧？它这个就是平均的市场价格。这个市场价格如何计算呢？就是说这个苹果的所有的手机型号的官方零售价直接相加除以它的型号总数，对吧？这样子呢，所以可以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计算，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对吧？这个最贵的是苹果其次就是三星，对吧？三星这个还是有高端机跟低端机，在高低中端机都有，所以说还是略贵一点的。然后一加呢，可能就是中流砥柱，对吧？它这个可能中高端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贵，性价比很高。然后小米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明显它是一个
做低端品牌的做低端价格的一个手机品牌。你看在丹麦这边，它的手机卖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然后呢，通过这个图呢，就获得了我第一份的工作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说明 Python 还是有点用的。如果用 Excel 去画的话，我觉得去实现这样一个图画是非常的困难的。接下来一个话题呢，就是说Python 啊这门语言啊，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很好，对吧？我们要学习去用，那我们就如何去写 Python？ 所以接下来呢，我会介绍一下用什么写，然后写啥，在我们第一节课上。那首先呢，我们会打开我们的网页，对吧？我已经打开好了一个在线版的 Python， 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找这个，对吧 ？Python Online， 对吧？你只要搜索这个，谷歌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免费写 Python 的这个工具啊。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有这个编译器，有这个在线写代码的东西，然后我们写出我们的第一个在线的简单小程序啊，就是说 Hello World， 然后点一下运行，然后它就输出了。你看这个为什么我会介绍在网页上直接这么去写呢？就平时我在工作中也会用这个小工具，因为它第一比较简单快捷，然后非常的干净，你看也没有什么小广告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广告，点掉它就好，对吧？至于如何在网页上，如果你在打开之后，这里应该会有一些小广告这里会有一些小广告如何去除在浏览器中在网页上如何去除所有的广告呢？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以后有时间呢再做节目去讲解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再去考虑用 IDE 我介绍呢，我只介绍一个，就是 Pycharm， 原因就是说它是最专业最好用，而且也是市面上比较主流的，而且另外也不要钱。如何安装这个 IDE 呢？ Pycharm， 打错了 Pycharm， 然后直接点到这个下载。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看它有不同的系统，支持所有的系统版本Windows、Mac 跟 Linux， 选中你的系统版本。然后呢，左边是 Professional， 右边是 Community， 左边要钱的，右边是不要钱的。然后呢，你直接选择不要钱的，它俩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然后 Community 的话已经足够你使用了，我工作中也是使用这个版本，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完之后呢，对吧？我们如何新建我们第一个项目？这里已经有一个了，但是我会重新新建一个项目，对吧？新建一个 project， 然后呢，第一个就是 Pure Python， 然后呢，选择这里有4个不同的环境建立以后再介绍大家如何这4个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直接选第一个，然后选择，然后在这里选一下我们这个代码放在文件夹放在哪，就随便建一个 3，然后进来之后选中这个文件夹。然后选择创建一个主程序，然后确定，然后新建一个 Windows。这时候呢可以看见到它就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这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在这里打出我们的第一个程序Hello World。打出完写完之后呢，然后点一下这个运行这里有快捷键点击运行 Hello World，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程序，在网页上和在 IDE 中。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 上，然后我们进行然后最后呢，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上讲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对吧？我会把一些需要学习 Python 的这些专业资料汇总在这个 GitHub 上，这个链接呢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面的说明里面。然后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链接里面的学习资料是长啥样子的，对吧？打开之后呢，这个链接就会是这样子。这里有一些，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基本的语法，对吧？这里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中文的菜鸟，然后第二个就是 W3C School， 这个呢就是官方原版，不是官方嘛，就是一个互联网组织专门就来去教大家如何去写这个不同的语言的，因为上面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这里只是 Python。然后呢，中国呢有一个魔大学，对吧？他就把它翻译成中文，方便大家去理解、去学习，
对吧？如果你觉得英文不行，不太喜欢读的话，你读中文没有任何问题啊。这里有很多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这里比较小，也比较的简单，没有很复杂，只是非常基础的语法。然后呢，如果大家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斯坦福的 CSR31，这里面有关于 Python 的部分，它呢只有一个网页，然后它里面记录的基本上所有 Python 所有主要的特性以及内容以及解释都在这里，非常浓缩，非常的精华，非常的精炼，对吧？也是知名大学提供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有空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但它可能不是对新手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啊。但是如果他们老师给他们布置作业，这绝对可能就是众多作业中的第一项阅读任务。然后呢 Anaconda 这是Python 的一个环境管理的一个工具吧，然后它也支持一些 IDE 安装呀，但是这个还比较复杂，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跟大家介绍。就比如 Notebook 跟 Spider 也是 IDE， 但是我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会优先使用这个 IDE， 就是 Pycharm， 你点击这里就直接进去那个下载页面。这个 IDE 的解释呢，就是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对吧？综合性的开发环境。然后呢，另外就是要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Social Data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这是我在丹麦科技大学里面上的一门关于 Python 的课，这是我第一次在那里去接触 Python。然后这是大纲，然后点一下下面之后呢，我刚刚去把它这个找到老师最新的课程了，2022年最新的课程。然后点到下面这个 GitHub Repository， 你看这里老师有很多介绍，对吧？关于 Python 画图呀一些东西都在这里，然后第一节、第二节课，对吧？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这个是今年2022年最新的，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里东西蛮多的，老师里面还有视频啊，还有一些很多内容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一下老师每年都会更新啊，你只要点一下它这个，对吧？项目你可以找到每年最新的，你点到比如说我们选到2022年的，对吧？点过去之后呢，然后你点这个 wiki， 老师就会进到老师这个说明页面，这也是比较推崇的一个课程啊，大家有兴趣自己去学习，因为在课上老师也不跟你讲太多，也是自己去学习的。然后另外就介绍2本书，这一个是 Whirlwind Tour of Python， 一个是 Python Data Science Handbook， 2本书任选其一，有兴趣去阅读，因为读书的话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系统一点，然后它里面内容涵盖的也是比较的全面东西可能看起来文字有点多，看起来有点枯燥，但总的来说读书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当时我们读的是在课上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本，我就读的是这本，大概这么多内容挺多东西的话，花个3到5天你就可能就可以读完了，这个就是要读快一点，没必要说天天在研究，抱着死记硬背没必要，浏览知道Python 有哪些东西就足够了。好，大概这就是这个关于学习资料的部分。这时候我们来回到我们这个 PPT， 然后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下，对吧？ Python 的在互联网中的使用情况，包括一些它的有什么用处，对吧？能够在工作中帮助我们做哪些事情，当然非常浅尝辄止的，更多东西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然后呢，我们还介绍了关于 Python 的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还有包括如何去写 Python， 对吧？最简单的 Hello World 程序，对吧？然后呢，最后呢就预告一下我们的第2节课程是介绍小白学 Python 之俯瞰一览众山，它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项目开发流程的，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在一个中型团队吧，或者是去开发一个完整的项目里面有不同的职位去做哪些工作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小白，对吧？对代码编程一窍不通，但是你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因为现在基本上所有行业你都离不开计算机，你最起码知道你自己，即使你写一点代码，或者说你了解了这个流程之后呢，你在公司里面去使用不同的平台网页内部系统呀，你可以知道大概它是如何的生产，就是如何被设计、生产、制造出来的。然后呢，你自己再去写，或者是你给公司提意见的时候呢，或者你使用这些东西之后呢，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定位。而且我认为就是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在开始的时候要从最下面的基层的这些基本的知识需要先了解，然后就要从上向下去把总概览一下所有东西你应该知道
都该知道都知道，然后再去细化的学习。有了更清晰定位之后呢，学习效率才能有比较才会比较高。好，第一节课程呢大概就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好的，今天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